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理查老师要教大家新 HSK Level 4，新 HSK 第4集。那么，老师先跟各位打招呼。今天的第一名是佩佩猪，佩佩猪你好。佩佩猪也是老师的 small potatoes， 也是老师的小土豆，谢谢佩佩猪。还有我们的 Shizay， 你好 ，Assalamualaikum。Sikom 好 ，Mingalaba， 阿能 Mingalaba。还有我们的这个佳佳 ，Assalamualaikum。Momo Mingalaba。还有我们的 Namaste， 我们的娟娟，立新是老师的小土豆，娟娟也是老师的小土豆哦。哦，好，还有我们的 Lucky Lay 你好，还有珍娜你好。还有嘉欣你好，还有 Samuel Christian 你好，还有 Malik 你好，还有我们的这个 Chen 同学你好，还有这位是来自脸书的朋友，老师看看你是谁。好，各位同学要来参加理查老师的直播课是不需要花钱的，是免费的，每天晚上10点30分台湾时间哦，理查老师会在 YouTube 还有 Facebook一起跟大家学习中文。好，那么这个是沙克吗？对，沙克哦，好，沙克好，沙克来了哦。丽娜你好 ，Hello Priscilla 也是老师的小土豆 small potato。还有球霜你好，这位也是脸书的朋友是谁啊？是 Vu Ho 同学，还有脸书的朋友是 Subchen 同学，还有我们的Gzem 同学都是脸书的朋友，欢迎你们。安妮，安妮你好 ，Hello。米磊好，还有春娇你好，还有 Penguin 你好，还有 Vuha 你好，Vuha， 还有我们的榜舅安蕊下辈子想当男生，安蕊下辈子想当男生啊。而且安蕊想当 gay 的男生呢，好特别哦。好，品管是老师的小土豆，谢谢你。安蕊也是老师的小土豆。好，这位来自摩洛哥的 Morocco 的韩可可 ，Assalamualaikum， 你好。还有我们的 Lassam， 你好。米磊说，老师我已经按赞了，很棒，米磊。有没有人跟米磊一样，记得要帮老师按赞呢？一定要记得。最近老师的那个赞都好少哦。帮老师按赞好吗？来，各位同学，现在就开始 ，Now started, get started, click likes for me. OK， 帮老师按赞哦，来帮老师按赞。好，还有这位同学是脸书的朋友是谁呀？哦，韩可可啦，哦，是韩可可。还有我们的Cartini，Hello Cartini 你好。还有Smile Jake 你好。还有 Mohammed 你好。还有月星来啦，好久没有看到月星了。月星是来自巴西的朋友，对不对？好，月星，谢谢你的支持。月星是老师的小土豆，你好。还有这个 Alice 也是老师的小土豆，谢谢 Alice。Alice 我是第一名，真的吗？好，没关系，小土豆最重要。你是老师的 YouTube member， 欢迎你。我们的 Call Meal 你好，立新说我也按赞了，谢谢立新的支持。红喜也是老师的小土豆，谢谢红喜。立新也是老师的小土豆。好，对，巴西嘛，哦，没错。好，那各位同学支持理查老师最好的方法就是帮老师按赞哦。然后呢，还有什么方法可以 support Teacher Richard？You can also comment after this live streaming. You can comment below my live streaming. This is also the way to support me. And you can be my YouTube members. 你可以成为老师的小土豆，这也是支持老师的方法哦。好，欢迎你们。那我们就来上课喽。哦，还有这个西健康，你好。哦，汉家也是老师的小土豆，谢谢汉家同学。汉家同学是来自菲律宾，那 Philippines， 好久没有跟汉家聊天了哦。哦，是啊，是那个 Alice 是第一名啊。哦 ，OK， 因为我这里秀出对，Alice 才是第一名呀、I got it， 没错 ，Alice 小土豆才是第一名，佩佩猪小土豆是第2名哦。好，那各位同学，
我们开始上课吧。五花是我的，五花是什么东西？五花是什么？五花 ？I don't understand。好，那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我们要教各位的就是 HSK 第4集 New HSK Level 4。OK, let's get started。今天要教各位3个词汇。第一个词汇叫做操场，操场，操场。第二个词汇操作，操作，操作 ，operate， 操作。第3个词汇叫测，测。好，老师再念一次，你们应该要跟老师一起念哦，你们要跟我一起念，你们的汉语才会进步。第一个叫做操场，操场。第二个叫做操作，操作。第3个叫做测，测。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汇操场。这个词汇其实比较简单哦，操场，操场，操场。操场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就是 sports field，especially at school。这个操场指的是在学校里面让你去运动的地方 ，OK？ 就像这个图里面，这里就是一个操场。操场一般指的是在学校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可以让你跑步，可以让你做活动 ，do activities or run or jog。And this place oftentimes is at school。操场指的是在学校里面让你去跑步的地方。跑步的地方。好，所以学校里都有操场，每一间学校里都有操场 （sports field）。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例句。今天的例句是：学生们奔向操场。学生们 （students） 奔。好，各位同学，奔就是跑的意思，不过奔比较 formal 一点奔比较 formal 一点。奔就是跑的意思2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操场是学校运动的地方，尤其是跑步的地方 ，especially for running. We have a like running track. 操场因为学校可以运动的地方很多，那操场通常有一个 running track， 会有一个 track 所以像这个月薪操场可以运动。特别是像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你跑步的，这个才叫操场这个地方才会叫操场，特别是可以让你跑步的 or do activities 或做活动的地方叫操场。好，那这个奔就是跑的意思，奔就是跑好，奔就是跑的意思。好，春娇说我的学校有很大的操场，很好，非常好。好，那这个每天早上他陪我 ，like he accompanies me， 在操场运动。每天早上 every morning， 他陪我在操场运动。好，丽娜的句子非常好好，那么各位同学，老师告诉你操场的量词是个操场的量词 major word 是个。一个操场。好，我们操场的量词就是个了一个操场，学校里有一个操场，学校里有2个操场所以我们的量词就用个。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quiz。各位同学 ，put the words in order。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你们来做一下题目。第一个，旁边，旁边，旁边就是 like side near or next to， 旁边就是 next to 的意思有操场，操场，邮局，邮局。邮局就是这个 post office， 这个就是邮局，邮局。再来，一个
一个。好，告诉老师答案是什么？这个句子要怎么写才是对的？好，Raina 你好，OK， 好，好，珍娜已经有答案了，有一个操场旁边邮局。珍娜不是耶，你再试一次好吗？Try it again， 不对，这不是答案哦。好 ，Samuel Christian 说，邮局旁边有一个操场。Very good， 邮局的旁边，对不对 ？Next to， 邮局旁边有一个操场，有一个操场。Very good。好 g i s e 说，邮局旁边有一个操场。Very good。好，红喜说，邮局旁边有一个操场。Very good。There is a sports field next to the post office。很好。好，我们的 One Lay 也说，邮局旁边有一个操场。答对了哦。好，你们都会了。正确的答案就是邮局旁边有一个操场。操场的 major word 就是个。好，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看第二题 ，Quiz number 2， 第二题。好，第二题。Once again, let's put the words in order. The first term， 成龙。成龙是一个人的名字。OK，someone's name， 一个人的名字。成龙，成龙。跟 is like with someone。老师教过这个字了，跟或者是和都是 with someone 的意思哦。跟在 is like on or at or in。OK， 操场，操场，操场。打棒球，打棒球。我，好，各位同学，正确的答案是什么？请告诉理查老师，应该要怎么写才是对的呢？好的，这个 Uno 说，我跟成龙在操场打棒球，非常好。老师告诉过你们，在中文的跟 with someone， 你要写在 after the subject。When you want to say with someone in Chinese, we have to say subject plus with someone first。跟 someone 要先写出来哦。好，成龙大哥 Jackie Chan 跟我在操场打棒球。哇哦，成龙是很有名的明星，对不对？明星 superstar 明星，成龙是中国很有名的明星，对不对？成龙啊，他会什么功夫？对不对？他是功夫 movie star， 武打明星，对不对？他的武功很厉害。成龙是一个明星哦。好，安妮说，我跟成龙在操场打棒球。答对了，很好哦。月星说，在操场，成龙跟我打棒球。这个比较像英文的感觉 ，It's like in English。我们说成龙跟我在操场打棒球，比较常这样说。成龙跟我在操场打棒球。好，我们的这个娟娟，我跟成龙在操场打棒球。答对了，很好，你们都会了哦。好呀，成龙是 Jackie Chan 的中文名字。That's right， 很好。Arslan 答对了。成龙是很有名的中国的电影明星，他很会功夫，他的功夫很好，你们都听过他，对不对 ？Jackie Chan 很有名的一位明星哦。真的啊 ，Sikon， 在我的国家学校里没有操场。在缅甸学校是没有操场的。OK， 了解。所以不是每个学校都有操场。在台湾几乎
almost 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操场哦。在台湾几乎，那我们中文说几乎的意思就是 almost 哦，几乎 almost。在台湾几乎每一间学校都有操场哦，几乎 almost。各位同学，你们学校在你们的国家里，学校是不是都有操场呢？在你们的学校里，在你们的国家里，学校里是不是都有操场呢？在台湾，几乎每一间学校里都有一个操场。你们的国家里，学校是不是都有操场呢？应该都有一个操场。操场就是可以让你跑步的，可以让你跑步做活动的地方，就是操场。通常会有一个跑道。我们这个英文说这个应该叫 track 吧？通常这个操场都会有跑道。操场上通常会有跑道，那个才是操场哦。各位同学，操场就是像这样子，会有一个 running track 这样的地方才是操场哦，才是操场好，通常会有跑道的一个地方叫操场，然后是可以做运动、做活动的地方。好，阿能说，我们这里有操场，但是土是凹凸不平的 bumpy 凹凸不平的，就是它的地是凹凸不平的路哦。好，印尼说印尼说，丽娜说，在印尼也是，几乎每间不是每间哦，是每间学校都有操场。好，那个丽娜，你的 major word 可能写错了哦，我们要用每间学校哦，每间学校。好，应该大部分的学校都有操场了哦，都有操场哦。好 ，Sally 说越南有，但是操场都比较小。越南的学校里都有操场，但是比较小。然后呢，很多学校里是没有操场，是不是？很多学校里是没有操场的。好，佩佩猪说，在加拿大几乎每一间，好，佩佩猪是每一间，不是每一件哦。佩佩猪你也写错了，应该是每一间学校都有操场哦。好，梦梦说，我们这边大学有操场。好，米磊说 C 控说的没有错，在缅甸有很多学校是没有操场的。哦，这样我了解了，因为在台湾几乎每一间学校都有操场哦。好，几乎都有呀。There are almost every school 哦，几乎大多数的学校没有操场啊。哦，所以缅甸大部分的学校是没有操场的。好，这样老师知道了哦。好，印度的学校里也都有操场哦，都有操场。好 ，OK， 了解了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词汇。下一个词汇是第67个词汇，叫操作。操作，好，你们要跟老师一起念哦。操作，操作这个词非常重要。This is an important entry in HSK。好，操作这个词，请你记起来，非常重要。它的意思是to operate, to use， 操作 to operate a machine, especially we talk about to use to operate a machine， 操作机器。我们会说操作机器 operate a machine， 机器叫 machine 老师写给你看好的机器。我们很常说的是操作机器、操作电脑，这个都非常常用你要把它记起来。操作机器、操作电脑 to operate a machine， to operate to use a computer 操作。好的，好。这个 Arslan 说迪拜有世界大操场，是很大的意思吗？超级大的意思吗？好 ，OK， 那对我们说操作机器、操作机器，还有操作电脑都可以 ，to use a computer。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所有的员工都会操作电脑。办公室里所有的员工都会操作电脑。办公室就是 office 里就是 in， 办公室里 in the office， 所有的 all of OK all of something 所有的员工 employee 叫员工 staff or employees， 所有的员工都会，都就是 like all 一样，它的意思是 all 的意思会 like be able to or can， 会就是 be able to 的意思了操作 use or operate a computer。 好，办公室里所有的员工都会 they all can operate a computer， 会操作电脑。好，这样各位同学会用了我们常常会用操作机器、操作电脑。OK， 好，操作手机不会这样说，我们都是说用，我们会说使用手机，使用手机，你也可以说使用电脑。操作一般是比较 complicated 的 machine， 比较复杂的机器，我们会用操作。各位同学，操作通常是 for complicated machine。It needs more steps to use the machine. OK， 所以这个操作一般是比较 complicated with complicated steps to use a machine. Like you follow the complicated steps. 操作是比较复杂的使用，你可以这样说操作是比较复杂的使用。所以它会用在机器上，因为操作机器有时候比较复杂，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使用比较复杂的使用，通常是用在比较复杂的机器上面所以呢，像这个爆炒小龙虾说，我们可不可以说操作手机？一般不会这样说，因为操作手机很简单。我们一般操作是指比较复杂的东西，比较难使用的机器，它需要很多 steps 步骤去操作的去使用的好，对，操作可以用在比较复杂、比较大型的机器上，没有错，正确。所以比较不复杂的东西，我们一般就用使用这个动词使用就是 to use。 好，使用，像我们说使用手机、使用电脑也可以，操作电脑也可以。一般操作就是用在比较复杂的 more complicated 比较大型的 like bigger machine or something。 OK， 好的，所以操作的意思还是比较不一样。那么另外就是操作这个词比较 formal 一点操作这个词会比较 formal 一点比使用还要 formal。 好，商人也都要会操作机器吗？操作电脑吗？可以可以这样说。他是操作游戏者，我们不会说阿能，我们不会说操作游戏，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一般都说玩游戏就好了 ，play games, even these online games。我们会说玩游戏 or 玩线上游戏 ，play online games。玩游戏不会说操作游戏，我们不会说操作游戏，不会说操作电视，因为电视按一下就好啦，我们就说打开电视 ，turn on the TV。所以真的我们用操作的话，一般是用在比较复杂的 more complicated or like big machine 比较大的机器上面才会用操作才会用操作。好，操作武器不会用操作武器，使用武器操作一般是 complicated machine。You need more steps to use. You need more steps to like to place the button or very complicated. OK， 好，
操作电视是不会这样说的，操作武器也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使用武器吧，不会说操作武器啊。好，了解吗？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就记得了，我们比较常说的是操作电脑或操作机器，操作机器，操作飞机。操作飞机，阿能，我们一般说驾驶啦，驾驶飞机，驾驶 ，OK，fly a plane。我们一般不太会说操作飞机，我们会说驾驶飞机或开飞机，我们会这样说，开飞机或驾驶飞机。所以各位同学，我跟你讲，有一些词汇你要常常用，你才知道它是搭配什么动词要常常用，不然听起来会有一点奇怪好的，开飞机，驾驶飞机。好，顺龙问了一个问题：电脑是 laptop 还是 computer？ 电脑是 computer 电脑是 computer。laptop 是笔记本电脑，也是电脑，不过我们前面会加上笔记本电脑laptop。好，老师写给你看，这个老师以前教过了笔记本电脑，我们台湾叫笔记型电脑了笔记本电脑，或你们说笔电也可以，笔电就可以了 laptop。台湾叫笔记型电脑来，顺龙同学，笔记本电脑或叫笔电的 laptop 台湾叫笔记型电脑，明白了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操作是操作比较大型的东西，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东西，好，一般来说，工厂干活的工人会操作机器，没有错。通常操作会用在 like someone works in the factory， 在工厂 factory 工作的工厂里面有很多机器，对不对？那我们就会说工人正在操作机器，对，在台湾叫笔记型电脑操作打印机Priscilla 使用吧，用打印机，应该一般用。这个操作一般就是用在机器上面了，比较 large, especially like in a factory。操作一般是用在 machines, especially in a factory, like big, many machines, like big, complicated to use。这个才会用操作。打印机的话，我们一般就使用打印机就可以了去用打印机。好 ，OK， 我们看一下，各位同学，我们常常说一个 term 叫操作手册，操作手册就像这样子，这个instruction manual， 它会操作手册会告诉你要怎么去使用一个机器。操作手册，手册就是 manual，handbook or manual， 手册就是 handbook。操作手册 operation manual 就是会告诉你怎么使用一个机器，这个叫操作手册。operation manual。你也可以说操作说明，说明就是 instruction。Once again， 操作说明会告诉你怎么使用一个机器，怎么 install 安装一个机器所以这个就是操作手册 handbook， 操作说明 operation instruction。 It's like a book like this, a booklet or a sheet of paper, and tell you how to install or how to use a machine or something. OK， 好，这个叫操作手册。那我们会说照
or 按照 which means follow 按照操作手册 and 哦 OK 所以按照 like follow the operation manual 就是这个意思。好，那现在这里有一个题目，请你们试试看，按照 follow 按照它机器 machine 使用操作手册 operation handbook operation manual 操作手册要怎么写才是对的呢？说明书也可以当做是操作手册的意思，它的意思差不多了。But 说明书 oftentimes maybe you don't need to install something, just tell you the information. 说明书就是告诉你 information only. But 操作手册 not only tell you the information, but also teach you how to install or use a machine. 还是有点不一样哦。好，阿能说他使用操作手册按照机器。No， 阿能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好，娟娟说他按照操作手册使用机器，很好 ，very good， 就是这样说。他好，各位同学你要会用哦。我们说 subject， 他按照 like according to， 按照也有一点 according to 哦。好，他按照 followed the operation manual and 好，中文就不用说 and 了，中文就直接说使用机器就好了。哦，好，文文子说他按照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使用机器 ，OK， 使用机器哦。啊，好的，子璇他按照 follow 操作手册使用机器，很好。写错了。好，春娇，他按照就是按照有点是，比如这是操作手册哦。For example, if it is a 操作手册 ，it's like 他按照操作手册使用机器，他边看着边去 operate the machine， 他一边按照使用手册，一边 operate the machine， 一边操作机器。哦 ，OK， 一边使用机器。哦，好，许 Z 说他按照操作手册使用机器，答对了。哦，好 ，OK， 好，你们已经知道丽娜她按照操作手册使用机器。哦，很好。按照 according to 也可以 ，or follow 的意思都可以哦。好，这个单序来了，单序你好。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题，下一个。我们也常常会说手动操作模式，手动操作模式，英文叫 manual operation mode， 就是有些东西可以手动，你要用手去操作它，这个叫手动或手动操作或手动操作模式。好，操作 operation 模式 like mode，so it's like manual operation mode， 就是你用手去控制的，你要用手去操作的。那还有一种叫自动模式，自动，另外一种叫自动叫做 auto，OK， auto。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常常会说手动还有自动哦，手动跟自动，然后他们是 opposite。手动叫 manual， 自动叫 auto。等我一下哦，这个你们在操作 camera 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它有一个 auto mode or manual mode。那中文要怎么说呢？那这个你要学起来，因为你在 operate a machine 的时候 ，or you use a camera, you will see something like that。
哦，你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你会说手动，你要用手去操作的，叫做 manual 手动。第二个叫自动，叫 automatic， 这个机器会 automatic operation。手动是你要用 manual 去 manual operation， 所以中文叫手动跟自动 auto 自动哦。好，所以各位同学，我们中文可以说手动操作 ，or you can just say 手动 and we just understand it. We understand it quite well. 手动 is good enough. You can also say 手动操作 good. You can also say 手动操作模式 the mode, the manual mode. OK， 所以都可以，我们都懂。你说手动，我们就懂了。你也可以说自动，刚刚说的自动，自动就是 auto mode， 自动模式。你可以说自动 auto, then we understand it well. 自动操作 auto operation, we understand it well. 自动操作模式 auto operation mode, we understand it well. OK， 都可以了解哦。好，懂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题目。我学习系统 system 叫系统 system 正在这套好，各位同学，套 is a major word， 就是 a set of this set of system。 OK， 老师先告诉你哦，这套系统，套是系统的 major word， 这套系统 this set of system。 好的手动操作模式 OK like manual operation mode。 好，答案是什么呢？各位同学， Malik 说我正在学习这套系统的 的手动操作模式 Very good， 很好，答对了。好，梦梦说我正在学习 I'm learning， 我正在学习这套系统的 apostrophe s 的手动操作模式 Very good。 好，单序我正在学习 I'm learning 这套系统 this set of system 的手动操作模式 apostrophe s OK 的操作模式。好，我正在学习这套系统的手动操作模式。那各位同学，你们在使用 camera 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写个 am right this is manual， 中文要怎么说？就说手动，我们中文就说手动。你们在 when you use a camera you see the letter M right and that means manual. How to say that in Chinese? We say 手动 and also you see A, the letter A. Okay, when you use a camera also you will see the letter A that means auto, right? How to say that in Chinese? We say 自动 auto means 自动 so now you know how to say manual and auto in Chinese. OK， 好，这样了解了哦。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各位同学听得懂哦？听得懂。好，我们往下看。好，第68个词汇测。好，测的意思就是 to test or to measure， to test or to measure。 好，各位同学，测其实就是 short for 测量 or 测试。测这个字其实就是测量 measure， 或者是测试的意思 to test 哦，测量 measure， 测试 to test 哦，测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测量的时候怎么用。
测量的时候怎么用哦？林医师正在测量鼠鼠的体温。你也可以说测就好了 ，because 测 is short for 测量，so you can just use 测 then people understand the meaning. So 测 actually is short for 测量 or 测试. So here, when you say 测量, actually you can just say 测 and we understand it well. Okay, you don't need to say 测量, you can say 测 only. 好，林医师正在测叔叔的体温。好，体温叫做 body temperature， 测体温，对不对？测体温。好，那叔叔就是 uncle，your uncle's body temperature。好，那你也可以说测，你也可以说测量 ，both are correct。林医师 Dr. Lin 正在 is measuring 测量measuring 叔叔的体温测量的意思。你也可以说测叔叔的体温就可以了。好，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呢？阿能问说，那个是这个叫测温，我们叫体温计，这个我们中文叫体温计啊，不是测温计，叫体温计。体温计，测体温用的体温计。我们中文叫体温计体温计，测体温用的测体温用的机器叫体温计好 ，Norbert 说，或者也可以说我去医院抽血检测不可以哦 ，Norbert， 我们这边就不可以这样说了。你要说我去医院抽血检测，我们会这样说：抽血检测，检测。好Norbert 老师写给你看抽血检测 ，like test your blood，test your blood。好，测试是名词，测是动词，对不对？佩佩猪，测试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测一定是动词，测试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好，佩佩猪，测试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动词我正在测水的温度。好，这个春娇，请你这样说：我正在测水的温度。我正在测水的温度。你也可以说我正在测量水的温度。你可以说测或测量水的温度。好，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我们不用加到处，我们要量体温就可以了。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我们必须要量体温。We must 必须。我们必须要量体温，你也可以说我们得量体温 ，have to， 我们得量体温。好，我们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测这个字，老师告诉你比较常用的是什么？我们一般说测试，这里是当动词用，测试当动词to test what？ test the machine。你可以测机器，测试机器 ，machine 机器。好，你也可以测一个什么 a quiz like you test your listening， 可以测听力。我们这边说测 like listening， 测你的听力，测你的 listening， 测你的 speaking 都可以。所以这个测有一点是 to test a machine or to test your speaking ability, to test your listening ability. So we can say 测试。好，那各位同学，测试一般是用在机器 or your skill, language skill or your skill. Okay, your listening, your speaking, something like that.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题考试。老师测
我们的要中文听力。好，请问答案是什么？老师测我们的要中文听力。What's the answer？ 好，Lucky Lay 说，老师要测我们的中文听力。Lucky Lay 答对了，很好。Patient Freak 来了，在哪里？哦 ，Hello Patient Freak，I miss you so much。OK，Patient Freak 来了，我们唐龙来了，老师好想唐龙，好久没有来了哦。好，米磊说，我们的老师要测中文听力。老师不用测中文听力，因为老师的听力已经很好了。理查老师不需要测中文听力 ，because I'm a native speaker。应该是老师要测我们的 ，OK， 不是老师要测听力哦。老师不用测听力了哦。好，安蕊说，老师要测我们的中文听力 ，Chinese listening， 很好，安蕊答对了。好，好的，好 ，One Lay 说老师要测我们的中文听力，很好。那各位同学，这个阿能老师不用测听力，是学生要测听力，老师自己是不用测听力的哦。医师跟医生是一样的意思 ，but 医师 sounds more formal。玉珠，你可以说林医师、林医生。都可以，但是医师 sounds more formal， 医师听起来比较 polite and formal。OK， 好，测机器可以说测电脑啊，可以测试电脑，所以像佳佳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你说测电脑 ，like test a computer 可以，你也可以说测试电脑 ，I want to test this computer 可以的所以佳佳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老师说你可以说测试机器，当然你也可以测试电脑，你可以测电脑 ，Yeah, that means 测试电脑。测试手机 ，Good 可以 ，You can test the cell phone， 你可以测手机，你也可以测试手机，都可以好，好的，没问题吧？了解吗？听得懂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题的答案是老师要，这里的要就是 wants to， 测就是测试我们的中文听力。好，我们往下看，第二个意思是测量 ，second meaning of 测量，你也可以只说测。What's the meaning of 测量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测试 and 测量？测试 means to test， 测量 means to measure。Okay, so 它们是不一样的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测量是测量 ，oftentimes you get a number, you get a data. Okay, when you use 测量 ，oftentimes you get a result。你会得到一个结果，你会得到一个 data， 会得到一个数字。会得到一个 number， 会得到一个数字。When you measure, when you 测量 ，oftentimes you get a result， 你会得到结果，你会得到一个 number， 你会得到一个数字，你会得到一个 data， 你会得到一些信息那你也可以测量 height 身高高度，你可以测量 width 宽度。So oftentimes，when you use 测量 is for a measurement. When you use 测量 is for measurement. When you use 测试 when you use 测试 is oftentimes for the machine, for a machine, for your speaking, your skill, for your speaking, for your listening, 测试. But when you say measure 测量 oftentimes you get a number, you get a result, you get a data.You get data, and oftentimes 测量 can use for 测量身高，测身高 measure your height, measure something's width， 它的宽度 ，OK measurement， 好测量，好帮
help 侧一下is a way to make your tone more polite. Okay, so verb 一下 means the verb, but you make the tone softer and you make the tone more polite. 一下，我身高 height 身高，答案是什么呢？好，请告诉老师答案。佩佩猪老师的这句英文好像不太好，对不对 ？Have measured my height. The English is so odd. 好，顺龙说身高帮我测一下。不对，不是这样说。好 ，C 控说帮我测一下身高，很好。你可以说更礼貌一点 ，be more polite。帮我测一下身高好吗 ？Like can you please 的意思好吗？帮我测一下身高好吗？也可以。好，好，珍娜说帮我 help me 测一下 measure my height 测一下身高好吗？帮我测一下身高 help measure my height。好，皮叶说帮我测身高一下。No, verb plus 一下。OK， 皮叶 verb plus 一下，帮我测一下身高，帮我测一下身高。阿能说家里的钱帮我测量一下，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钱要用算的，算钱，我们不会说测量钱。阿能，我们说算钱 ，count the money，count the money。OK， 算钱，算钱。好，阿能，钱是用算的，算钱，钱是用算的，算的。好，苹果说帮我测一下身高。好，这位同学说帮我测量一下这个水。这个壶，这座壶好不好？有多深？这座壶，壶我们用座。好，老师写给你，帮我测一下这座壶有多深？好，这是谁说的句子啊？帮我测一下哦 ，man 的句子。好 ，man 的句子老师帮你改一下，帮我测一下这座湖有多深 ？How deep this lake is？ 这座湖有多深？帮我 measure 测一下这座湖有多深？哦，要这样说。OK，Hafiz 你好哦，好，请您帮我测一下身高，可以吗 ？Norbert 的句子很好 ，very good。佩佩猪说：“老师，您的英文句子没有问题。”好，谢谢佩佩猪。老师以为不是地道的英文哦。Help measure my height。好，这句是对的。好，太好了哦。如果老师的英文有错的话，请各位同学帮老师 correct， 好不好？纠正一下，帮老师纠正一下英文哦。好，可以了，大家都会用了哦。帮我测一下，各位同学，你要说测，你要请人家帮忙。你要说测一下，你加了 verb plus 一下 ，makes your tone more polite and makes your tone softer. And people like polite person, right? 所以你要说测一下好吗？帮我测一下好吗？你如果说嘿，帮我测，that's rude， 这样不太礼貌哦。帮我测一下，不是，嘿，帮我测。不礼貌，可以帮我测一下吗 ？When you add 一下you sound more polite. 好的，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往下看咯。还有一个词叫测出，测出 ，also it means to test， 测出 like test out。Also it shows your result. OK， 你可以说测出，测 or 测出。好 ，like test out maybe. Okay, and 测 also you can say to test like fortune telling or psychology. 老师给你们做过心理测验，对不对？
理查老师有给你们做 psychological test，right？ 老师就会说，这个心理测验测你的什么 ？Can test maybe test out your future, can test out your future job, can test out your future husband, future wife。我们也可以说测 ，OK to test to let you know something in the future。OK so 这个测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for fortune telling or for psychological test something like that。OK 好，那我们来一个考试哦，这个心理测验。心理测验 psychological test， 理查老师有让你们做过心理测验，对不对？这个心理测验，好，未来的 future，OK future， 测出 it's like test out，OK or like find out，actually that means find out， 测出 test out， 你工作 job 工作可以 be able to or can 可以这个心理测验答案是什么呢？好，文文子说这个心理测验 this psychological test 可以 can be able to can 可以测出你未来的工作。哇，文文子你答对了，很好，没有错啊。好 ，Samuel 说这个心理测验可以测出 like test out or find out 测出你未来的工作，很棒，答对了。好，立新说这个心理测验可以测出你 future job 你未来的工作，答对了，未来的工作 future job 测出 find out or see the result or test out a result。好 ，OK， 好 ，Yuma 说你可以，不是这样说 ，Yuma， 你应该说这个心理测验啊，你要这样说，这个。这个 means this 心理测验 psychological test 这个心理测验可以测出你未来的工作 can find out can test your future job okay can tell you okay 英文应该是用 tell you 了this psychological test can tell you your future job 好没问题了了解好各位同学理查老师刚刚介绍了3个关于测这个字的使用方法。第一个方法叫测试，测 ，which means to test a machine to test your skill, especially for your listening or speaking. The second meaning, 测量 to measure, okay, measure a number, to measure data, to measure a result, or to measure someone's height, width.For units or measurements， 这个叫测量的测。第3个叫测出 ，like to find out, to test out, especially for future telling, fortune telling， 算命，这个我们叫算命 ，or psychology。fortune telling 叫算命，我们中文叫算命 ，fortune telling， 算命fortune telling 就是算命算命，好了 ，OK 了，了解了吗？了解了太好了。那么我们来考试 ，Quiz time。还有一个 ，Sorry， 还有一个测有一个非常常用的 Chinese idiom， 有一个非常常用的成语叫变化莫测。变化莫测这个成语很常用。变化莫测 means always changing， 这个叫变化莫测好，各位同学，变化莫测是一个 adjective， 它是个 adjective， 而且很常用。它的意思就是 something is always changing， something is always changing 这个叫变化莫测。
来，我再念一次，变化莫测 adjective unpredictable OK constantly changing 一直在改变 always changing 一直在改变，叫做变化莫测。好，那我们看一下考试。伦敦真是天气的变化莫测。好，答案是什么呢？伦敦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哎，安蕊，你怎么多了一个的呢？我只有一个的，安蕊 ，I have only one 的 ，right？ 好，佩佩猪，伦敦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Good。某某，伦敦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Always changing. The weather in London is always changing. 哦，好，很好。好的，健康。伦敦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 ，always changing。OK， 一直在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叫变化莫测。好 ，OK， 好，这样会不会了？好，变化莫测就是一件事情一直改变，变化莫测哦。好，来，我们来考试喽。第一题。我们刚刚学了操场 sports field， 我们还学了操作 operate， 我们还学到测 to test to measure。OK， 第一题，海伦走着走着，恰巧路过一个什么？海伦走着走着，走着走着 means like you repeat the term again. That means you keep doing this action. 你可以说老师读着读着就睡着了，读着读着来 means I keep this action. I keep doing this action. 所以走着走着 means Helen kept walking, something like that. OK， 走着走着 OK， 好，海伦走着走着 when Helen kept walking， 恰巧 means happen to， 刚好另外一件事情也发生了。另外走着走着，另外一件事情也发生了，哦，叫恰巧，恰巧路过 pass by， 一个什么？海伦走着走着，恰巧路过一个什么？好，很简单，操场都答对了。好，玉珠问说恰巧是什么意思？恰巧就是刚好了，刚好路过 happen to， 刚好。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一件事情同时也发生了。When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another thing happens at the same time. OK， 恰巧就是刚好的意思，刚刚好。OK， happened, something also happens. 好，海伦走着走着，恰巧路过一个操场。答对了哦，好，各位同学，这个句子有没有问题？这个句子很难哦。走着走着 means you keep doing an action， 恰巧 means happen to。Like while you are doing this action, another thing happens. Another thing happens。哦，好，听得懂吗？可以，好。Number 2， 第二题，工人们熟练的机器，很简单，这题很简单哦。工人们 workers 熟练地，好，这个要记起来。熟练地就是 skillfully， 熟练的就是他很熟悉怎么做这件事情。熟练地，你很熟悉，你很了解，你很清楚，你很明白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叫熟练的。那我们在台湾要念熟练，像佩佩猪，你要念熟练哦。佩佩猪学的是繁体中文，在台湾我们念成熟练的，在大陆会念成熟练的，在中国会念成熟练的，在台湾要念成熟练的。好，工人们熟练的
机器。好，答案是什么？操作，永祥操作 ，Malik 操作，娟娟操作，佳佳操作 ，Penguin 立新操作 ，Samuel 尤文泰操作，好，操作，木操作，珍娜操作，很好，很简单，因为我们学过操作电脑 ，operate the computer， 操作机器 ，operate the machine， 对不对？操作，哦，好，很简单。最后一题 ，the last question。好，这件事的发展变化莫无法预料。好，这件事的发展，develop or development 发展，这件事 this matter。This issue，OK， 这件事 this thing， 所以这件事的发展 mean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atter，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atter， 这件事的发展，变化莫什么无法预料，无法 means you can't。You have no way to 无法就是你无法做一件事情 can't。预料叫 predict， 预料 predict。好，答案是什么？这件事的发展变化莫好 ，OK， 变化莫测 ，Samuel 变化莫测 ，always changing 哦。好，娟娟说。这件事的发展变化莫测 ，always changing， 无法预料 ，you can't predict it。好，娟娟是不是写错了？变化莫测哦，好 ，OK， 你们都答对了啦哦。他走路撞到书，为什么撞到书？他走路。好，阿能你就说他走路的时候恰巧被车撞了就可以了。他走路的时候恰巧被车撞了就可以了哦。变化莫测，永祥变化莫测，安蕊变化莫测，春娇变化莫测，健康变化莫测。好 ，OK， 了解了。好，那老师再念一次这个句子。这件事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atter， 这件事的发展变化莫测 ，always changing, constantly changing。所以呢 ，you can't predict it， 你是无法预料的。预料就是 predict， 你是无法预料的。哦，好的，那各位同学你们都懂了哦。好，太好了。那老师再念一次今天学习的词汇，我们的词汇有操场 sports field。第二个操作 operate 操作，测 to test or to measure 测，变化莫测 always changing。好，预测跟预料不一样。佩佩猪，你英文是你的母语，我跟你讲，预料叫做 anticipate， 预测叫 predict。Then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OK？ 预料叫 anticipate， 预测叫 predict。Then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OK？ 好的，各位同学，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程，请你帮老师点赞。如果你想支持理查老师，你可以成为老师的小土豆，可以成为老师的 YouTube member。一个月，请理查老师喝一杯咖啡 ，OK？ 一个月$1就可以成为老师的小土豆。那老师的这个 YouTube 的广告收入会捐出去这个理查老师这个月也捐出去了。
理查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 的这个 advertisement income earnings 会捐出去给这个 international relief 所以理查老师这个钱是会捐出去的my advertisement earnings. Okay, I will donate the earnings like for international relief 那如果你想支持理查老师，你可以成为老师的 small potatoes. Also, you can click likes. Okay, 那我们明天见。明天跟梅老师一起学习 HSK. Tomorrow also for new HSK. Okay, 明天见了，各位同学，晚安，拜拜。